这次疫情对全球造成的伤害，已经波及100多个国家，几乎所有的“一带一路”国家都被涵盖在内。我们应该知道，“一带一路”从习胖2013年提出来到今天，是吧？一转眼7年过去了。那么从2000年开始，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超过2000亿美金，仅仅对非洲放出去的贷款就1000多亿美金了。许多人认为它是打造一个习胖版的天朝曹景系统。其实你要看一下参与的国家，好像不那么简单，是吧？因为“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完全地理上的概念，它是有海上和陆上2条路，但延伸的国家不仅仅只有跨越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这些国家，跟他签署协议的有138个国家和30多个地区。那这样一来，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跟他有协议。当然这个协议分好几种，有签署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有深化两国合作伙伴关系的，有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的，有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那么在这期间，我们看到了许多国家仅仅是为了换取大基建，或者说急于需要基础建设，有一些项目比较偏，跟以前的租界差不多。譬如说坦桑尼亚，他要建一个港口，他跟中国贷了100亿美金。那这个港口建完以后，归中方使用99年。钢筋水泥的码头能使用99年吗？不仅属于割地，而且还会不断的追加，因为它要维修啊，它要扩建啊。所以坦桑尼亚的现任总统推翻了前任总统签署的这份协议，不还了，废除“一带一路”的合作以及对中方的贷款。他认为因为疫情的原因，中方要为此负责，所以贷款也不还了。那么尼日利亚这样的老牌的友好国家，已经有律师开始向中国政府起诉了，要求赔偿2000亿美金。这一类的国家其实更多，现在人家还没要你赔偿，或者在酝酿中，是吧？民间在酝酿这种情绪，作为国家站出来说话的，说你给他的医疗用品不合格的，无论你是少量的捐助还是大量的卖到他们国家的医疗器械，包括口罩都不合格。这些国家声音比较响的，像菲律宾、土耳其、捷克、马来西亚，是吧？这一类的国家都跟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一带一路”是什么呢？从根子上讲，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洗钱的方案。中共的权贵利用他们掌握的钱、掌握的公司，把他们贪占的财产迁徙到国外。其实有2个数据，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一带一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了。“一带一路”项目使用贷款的
有2个值得大家关注。第一，89%的承建商是中国公司。第二，50%以上的建材来自中国。这2句话就意味着，它最重要的目的是输出过剩的产能以及劳工。它洗什么呢？洗钱是它一个附带的项目，但不是主营。它的主营始终是要把过剩的产能转嫁出去。一带一路追求的是过程，而不是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为中国内地的经济调整做了很大的减压的工作。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这个，这也就是在一带一路创立之初，国内许多人欢欣雀跃，看懂这个方针的人，可以说都是以前的既得利益阶层，或者是还在能够利用一带一路进行获利的人。一带一路对外方来说最大的获利，只有签署协议的人，本质上它是出卖国家利益。说好听一点，各取所需，其实对中方更有利。通过他洗出去的钱呢，其实不算太多。他最主要的目的和追求不在钱。你说一点跟钱不沾边也不现实。2013年、2014年正是中国外储无处安放的时刻。08年金融危机大家知道了，投资美国有风险，两房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买美国的国债虽然保值，但是怕美国人翻脸。美国人明确的宣布，当你大量的抛售国债，这等同于战争行为。投资去购买高科技的企业，外方设置的关卡越来越多。投资能源项目，没有地方可以给你插手，怎么办呢？非洲，是吧？把眼光投向非洲。能源以及其他矿场，甚至农产品，非洲都有。非洲不像我们想象的一片沙漠，沙漠底下有金子，而且它有一定的农业。所以一带一路项目它起初是有安放巨量外储的目的，但它本质上是为了调整中国内部的经济结构，它是为中央政府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服务的。那么我们知道，在东南亚，尤其是环东南亚铁路，有一个副作用，它要运回粮食。老挝是第一个跟习胖签署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它也是加班加点的修建铁路，明年即将通车的国家。大家认为疫情这么严重，是吧？老挝已经明确的宣布5月3号开放边界。一带一路不都是失败的，一带一路的失败原因是外方的风度。没有一个国家愿意看到中国搅风搅雨的，是吧？因为一带一路在抢占老牌的殖民地。非洲我们知道现在有12亿人，
50多个国家，大概是54个，要不就是法国殖民地，要不就是英国殖民地。前苏联和美国争夺过，美国现在又重新把视野回到了非洲。美国在集中一些力量，在红海我们看到了即将开展的对抗。那么围绕着吉布提，中方宣布的第一个海外的军事基地，或者叫后勤补给基地，这一切都在展开。有疫情的因素，但不完全是疫情的因素。封堵一带一路是长久的战略，因为一带一路本质是突围，它不是你想象的仅仅一个洗钱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围绕一带一路发生的问题，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好了，谢谢大家，再见。